中国高超音速飞行器要走向民用了吗？是不是又一个领域要从尖端变成了白菜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过去呢，有一句话叫"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"。现在看呢，当年说那句话纯属是笑话，因为当年咱们没有那么大本事的时候，可能吹了一个比较大的牛。不过呢，这次在珠海航展转了一圈，我又想起这句话来了。不过这次就不是笑话，因为我们有些领域的发展速度好像真是比预期的要强，比预期的要快，真是有多大胆就能够出多大产了。最典型的就是高超音速飞行技术这个领域。我们以前说过很多次啊，20年前就跟美国一起同步开始布局了。而且我们3大发展方向是齐头并进，水漂弹是一条方向，然后呢，高超音速巡航弹也是一个方向，高超音速飞机也是个方向。比如说东风17这个水漂弹呢，我想大家已经听得都耳熟能详，耳朵都快出茧子了。但是珠海航展展馆里边这么一圈转下来，大家就很容易发现，中国是要把这个领域真的变成一块白菜地。因为在10号展馆里边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民企叫做凌空天行，这家企业展台上能看到的可就不是什么高超音速导弹，他们要搞的是高超音速客机了。根据展板的介绍啊，这种高超音速客机从北京飞到伦敦是1.5小时，而且呢，他们从2019年到2020年期间，这个火箭已经发射过好几次。通过那个发射视频呢，已经看得出来，他们成功的把乘波体飞行器送到了亚轨道飞行高度。而且呢，根据展板的公布的计划，2023年他们要实现的是亚轨道旅游样机的试飞，2025年就要实现载人试飞了。旅游样机大概呢是15米长左右吧，能坐6个人，而未来计划中的洲际高超音速客机长度是35米。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年轻团队设计的产品，还有相关的试飞视频。所以我们一看就能够知道，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台湾的中科院呐、中山大学或者飞鼠1号能玩得出来的，倒很像是过去那个美国电视剧，就是《美丽新世界》想象的场景。那个飞行器往那儿摆好，人上去坐好之后，飞行器一倾斜竖起来，然后一点火，那个火箭带着这个飞行器就窜出云端了。在中国，以民企的力量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么我们想一下，拥有更丰富资源的大型军工企业，能不能够把一个大型的轨道飞行器玩到一个更先进的程度？我们想想看，如果它是有动力的，而不是滑翔的呢？35米长度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能有多重？如果带的不是人，它还能带什么？所以这么想下去，大家是不是就越想越激动了？其实呢，这届航展上展出的各种短程战术导弹里边，有一些已经是高超音速导弹，有一些呢被媒体解读成了高超音速导弹。虽然这解读呢有些不准确，但是多少反映出来大家对中国这个领域的优势有足够的信心。事实上也确实是高超音速弹头技术成熟以后，把弹头移植到各种载体上都已经不是难事。有意思的是呢，我们的老对手美国一直也在发展这一类武器，好像呢进度不是很顺利，各个军种的计划都在推，但是实用化方面还落在了几个国家的后面。最近美国刚刚完成了一次是5马赫飞行器实验，只不过它用的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，确确实实比咱们的东风17要领先一代。但是东风17毕竟是我们早期的一种临时性产品，中国、俄罗斯，尤其是中国，现在已经把高超音速领域变成我们自家的白菜地了，这都会让美国在更多的战区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利态势。也就说明，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，一个重要技术领域发展方面，如果做出错误选择，带来的落后，那种时间的损失，会让一个国家付出巨大代价。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感谢这20年来为中国谋划和选择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展路线的军工科研人员，这种在关键领域无法被对手遏制的感觉真的很像。好，关于中国高超音速技术民用化的话题呢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